本集的太想到處吃，這次來探個不一樣的餐廳。雖然還是吃到飽系列，但是這間實在是很微妙。那為什麼會這樣形容這家店呢？那就是已經有來開箱過的部落客們，大部分都不約而同的給出這樣的評價：明明就是自助吧吃到飽，偏偏要再加上個半字，變成主餐加精緻半自助式的美食餐廳。那就是來到了這間和一飯店高雄中山館，位於捷運三多站3號出口的國泰中央廣場大樓。大樓本身也有停車場，交通非常的方便。自助吧餐廳位於大樓頂層，那電梯能直達30樓，還算方便。飯店接待處跟餐廳是同一位置，23樓以上都是用在飯店的設施為主。餐廳的消費計算，7歲以上就要算成人價了，而不是像一般自助吧餐廳是以身高為主。這邊也要請各位觀眾留意一下，價格是一份主餐加自助吧，這樣580元加1成。但是基本上580元主餐選擇不是很多，其他的主餐價格以菜單上為主。我們這次來消費是另外買了團購券，以4樣主餐折1，這樣560元不加1成，大概算是打88折吧。這次特別選了晚餐時段，就是為了高雄的高空夕陽與夜景而來。如果是要單純享受氣氛，這邊也有餐酒館，就在自助吧餐廳旁邊而已。下午、晚上都有營業，但開放時間最晚是到晚上10點半。如果有變動，還是以官方時間為主。這區氣氛營造得相當不錯，整體風格走小桌子，帶一點還有包廂格局，超大片的落地窗更能襯托出高雄的高空美景，算是還不錯的高空景觀餐廳。那到了晚上6點開放時間，也要準備進場了。這邊強烈建議各位觀眾，雖然同樣是6點進場，但能早一點排隊，應該是可以選擇靠窗的座位。餐廳占地算蠻大的，但實際靠窗的位置並不多。如果是要來用餐跟特別欣賞夜景的觀眾，座位這部分可能要事先向服務人員詢問。那我們是用餐人數較多，靠窗的位置以2人或4人桌為主，所以就沒有特別去調整用餐座位了。這間的點餐方式跟一般排餐店差不多，先點一道主餐，然後自助吧吃到飽。主餐有價格區分，不是均一價580元，是有單點自助吧的選項，但不建議。單點自助吧一個人就要490元加1成了。菜單上的主餐內容算是很豐富，小至牛肉麵，大到牛排排餐都有供應。但580元主餐是只有提供4種餐點選擇，以雞排、意大利麵、魚排、焗烤飯為主。點餐時需多加留意一下。在餐廳的另一個高空景觀是往北的方向，天氣好時，最遠應該是能看到岡山的位置吧。那點完主餐，看完景色，就來開箱這個網絡上說的半自助吧餐區，看看到底有多半吧。自助餐區是有一個獨立空間在餐廳的角落裡，餐廳本身還蠻大的，有180個座位，分布得很廣，空間感很舒適。但相對的，如果座位離餐區很遠，每次取餐都要走上一段路，實在有點麻煩。剛剛的冰淇淋與蛋糕區是在餐區的入口處，蛋糕種類算是偏少，冰淇淋是泰國民國口味的，反而是麵包的種類對排餐店來講算是很豐富。另外一邊還有手工甜點跟古早味豆花，在甜點的選擇上種類不多，但還算是多樣化。生菜沙拉的部分還可以，沙拉醬料夠多，基本的生菜種類也都有。以排3等級的自助吧來講，雖然不到特別豐盛，但品項夠齊全，算是中規中矩的餐區之一。但水果區這邊就差強人意了，種類不算多，不過這邊還補個仙草甜湯。是甜點區沒位置擺了嗎？飲料區的部分有果汁有茶類，但是居然沒有提供汽水飲料。是的，是沒有人見人愛的肥仔快樂水，是可以這樣的嗎？炸點區非常少，就只有2種而已，算是基本盤的料理。但另一項炸物我看不出來，不過炸物醬料有泰式酸辣醬，也挺特別的。熱湯有2種口味，算是海陸都有吧。今天是中式排骨湯跟海鮮巧達湯這2種，不過不確定是不是固定湯品，只能說隨緣了。熱茶有提供4種菜色，以時蔬、炒麵、肉類跟海鮮4大項為主。
熱炒菜色算是蠻固定。吃完也是補同樣的菜色，沒有更換，對菜色的變化度不高。那港點的部分就單純一籠燒麥而已。不過冷盤這區反而看起來比較豐盛一點，雖然也是以海陸菜色跟蔬果為主題，但整體味道鮮明了很多。再來，這邊唯一的餐點現做區，就是這道現煮牛肉湯，會有服務人員替你服務盛湯，再來你自己來調整配料。整個自助餐區大概就是這樣，給各位觀眾參考。那拿完餐點，再來欣賞一下高雄的夕陽。那剛剛整個自助吧餐區逛下來後，真的是有一種各項都有，但通通都減半的感覺，是能體會為什麼會被評價成半自助吧美食。以這樣的價格來講，真的很微妙。尤其是現在排餐自助吧的價格越壓越低，自助餐點種類也越來越多的情況下，同業競爭是異常的激烈。以前單以主餐的景觀餐廳也慢慢在改變中，像是許多以排餐而聞名的老字號排餐店，也隨之改變。例如新國際西餐廳就是如此，之後也會慢慢再往這類型的餐廳來開箱。如果喜歡這類型影片的觀眾，那也別忘了按讚跟訂閱支持一下。這是與家人們一起過來用餐，所以剛好有機會將4道主餐全部都點來品嘗。不過看介紹是會隨季節做更換。那這邊先講講今天這4種主餐的用餐心得。整體菜名都有點長，這邊簡單帶過就好。我這道香煎雞腿佐巴薩米克醋醬，俗稱雞腿排，味道還蠻單純的，不過醬料有加分效果，還不錯。在這4種主餐中，我是比較推薦點的，分量剛剛好，搭配自助吧菜色享用也不錯。那青醬也菇鰻魚意大利麵來講，這邊要特別提醒各位觀眾，這是道奶蛋素料理，雖然說是鰻魚，但其實是素鰻魚料理，味道算一般，但料理方式蠻特別的。如果有素食需求，也可以參考看看。再來是香煎鱸魚佐柳橙醬汁，鱸魚的味道要搭配醬汁才會鮮明一點。但由於自助吧餐區已經有鮮魚料理，而且也是一整塊鮮魚，分量不會輸給主餐。這樣一來一往之後，就稍稍遜色了一點。可以考慮先看自助吧有沒有類似的鮮魚料理，再來決定要不要點這一道鮮魚主餐。那最後一道波隆那牛肉醬焗烤飯，我個人是覺得還好，當主餐還可以，但與一般餐廳常見的焗烤飯差異性不大，主餐特色較不明顯就是了。那整個自助吧菜色實在是很難比較出優缺點。如果以一般飯店自助吧來講，菜色真的太少，但考慮到只有500多的價格，還附份排餐，想想其實也還可以。只是相對的，對排餐餐廳來說，這樣菜色算豐富。但比對起現在流行的我家牛排跟貴族世家，這500多的價格又會感覺有點貴。如果有跟我一樣想法的觀眾，也歡迎在底下留言區分享你的看法。夜景慢慢浮現了，但器材不夠好，拍不出美感。這邊只能請各位親身來體會了。這邊也來聊聊這次的用餐感受。這間 Cozy 的 Roof 餐廳真的是很冷門，冷門到很少有人討論。大部分都是開箱飯店，順便帶過餐廳的部分，在 YouTube 的相關搜尋裡也是寥寥無幾。以現在流行的趨勢來講，自助吧菜色不夠多，討論的話題自然也少了許多。雖然有高空餐廳的景觀加持下，或多或少還是會有慕名而來的客源。這邊要怎麼從美味去取得回頭客的青睞，就是餐廳要面對的課題之一了。那以景觀來講，算是沒得挑剔了。以市區270度的景觀加大片落地窗的加成，算得上市區內數一數二的高空景觀餐廳了。在以前也只有在85大樓的經典飯店可以比擬。說到這個，這次夜景很可惜的一個點，就是85大樓沒有燈光加持，顯得暗淡無光。做一個城市的地標，是真心希望之後接手的集團能將85大樓重新打造出質感，能有一個超高空景觀的餐廳來俯瞰整個高雄。那這間 Cozy 的 Roof 餐廳是可以推薦，但是如果是為了景觀而來，事前要先多做準備，才不會敗興而歸就是了。那本集的影片也要告一段落，如果喜歡我的影片，請支持按讚、訂閱跟分享，期待下個影片與您再相見。